欢迎您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作恒。首先欢迎这一节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作恒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先来关注是那个国际焦点呢。现在看到呢，美军已经正式参战以伊冲突了。川普啊，这一回是打破了46年来的这条红线呢，等于是推翻了过去的这个行动。他说呢，他们已经炸了伊朗三座的核设施，而且当中包含重中之重，也就是这个福尔多的地下铀浓缩设施。好，那这是从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原先大家的一个默契，现在已经是被打坏了，所以也被评论这是不是已经构成了战争的行为呢？好，那另外到底是怎么样来攻打这个核设施的 ？CBS 就引述了美国国防消息人士的说法，他说这一次行动，美军甚至还派出了最具穿透力的炸弹，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碉堡克星。那每一处的目标都投下2枚，主要就是锁定伊朗地下核设施的这个区域。那另外呢，美军也从前舰上发射了30枚的战斧巡弋飞弹，分别瞄准了另外2处核设施进行攻击。川普呢，在突然的攻击了伊朗这个核设施之后他也发表了演说，他形容这是一个巨大的军事成功。带你来看。Iran, the bully of the Middle East, must now make peace. If they do not, future attacks will be far greater and a lot easier. There will be either peace or there will be tragedy for Iran far greater than we have witnessed over the last 8 days. Remember, there are many targets left. 好，可以看到呢，这个川普啊，刚刚说的演说里头呢，他形容这巨大的军事成功。其实像这样的这个结论呢，看起来有点意外，也有点不太意外。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原本呢是在讲说2周啊就要来谈判，但是呢没有想到才刚讲完这段话，马上呢就来攻击伊朗了。好，那其实在这之前，大家就在关注军机的动向啊。你可以看到呢，在这个6架的 B2 轰炸机那时候呢，6月21号的时候，在美国密苏里州，随即后来就飞到了关岛的美军基地，所以大家当然也在想说，当时这个是不是就已经是有所准备了？那川普现在呢忍不住出手到底是什么时间拍板的呢？就说他是在行动前，也就是21号的晚间，和国安团队在会面之后所拍板的。消息人士就说，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最重要的就是要促使伊朗可以重回谈判桌。那当然也形容说，目前美国是没有计划要有更多的行动，因为呢，他希望伊朗的领导人可以同意结束这场战争。但也说，在这之前以色列早就知情了吗？因为你看到呢，以色列的官员呢也透露说，美国在打击伊朗核设施之前就有告诉以色列，他们即将会进行行动。所以你看到在以色列方面呢，也有一些作为，像是在当地时间的22号凌晨他们的学校都已经马上就关闭了，也禁止集会，只允许少部分必要的企业还有运作。那刚刚我们讲到说，有点意外的部分就是2周期限都还没到才刚话讲完，马上呢就执行计划。那是为什么呢？现在就传出说是因为美国以色列的通话，他们在19号那时候有举行，包含了纳坦雅胡以色列防长以及美方高层都有进行对话。但是呢，在这个会议里头就认为说，川普讲的2周太久了，恐怕会错失打击这座伊朗核设施的一个最佳时机甚至以色列方面直接就直言说，那没关系你要等2周你就等，我们可以自己来。当时呢，其实美国副总统范斯也有明确反对美国介入这一场行动，还警告说，以色列现在就是要试图把美国拖入战争当中。包含美国国防部长呢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显然看现在的结果川普呢他就是我要这么做，没有在管的。所以呢，你看川普现在也被评论说，他是不是陷入一个小圈圈的决策？因为他常常听到一些四面八方这些白宫的盟友建议但是呢，他只听了少数几个人的意见。所以川普现在是不是也是有一点就是没有人可以控制得了他的心智呢？他心智要怎么做，就会变成是什么样的结果？你看呢，像是之前针对伊朗到底有没有在研发核武呢？我们带你来看一下这个过程。
What intelligence do you have that Iran is building a nuclear weapon? Your intelligence community has said they have no evidence that they are at this point. Well, then my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s wrong. Who in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said that? Your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Tulsi Gabbard. She's wrong. 好，所以呢，马上这个国家情报总监哦，也非常的机灵，他就改口了哦。他说呢，这个对，确实呢，这个可能是伊朗在数周内啊就会制造核武啦，不是没有。那当然，伊朗现在大家很担心是接下来冲突一触即发的状况之下，会不会有更大的复仇？伊朗的外长呢就呛瞎啊，说伊朗可能会达成类似2015年的核协议解决方案，来终止目前的冲突。但是前提是什么？以色列你要先停止攻击，我们才有机会坐上谈判桌啊！还有伊朗官员更点名川普说，川普你只要打个电话给以色列就能够停止战争，但是他不懂为什么川普不愿意这样做。好，那如果美国要卷入这场战争，伊朗也准备了所有的选项哦，已经精心的做过计划了。伊朗的官媒呢更放话说，接下来美国公民、军事人员都是可能攻击的目标。好，先请教介大使哦，怎么看现在美军正式的参战哦？大家当然很好奇，川普为什么会在原本讲好的2周突然改口这样的决定？我想这次美国的这个行动再次证明川普是不可预期的，他的这个人就是 unpredictable。他才跟人家讲说他需要两个礼拜的时间哦，话没讲完。还是他战略之一，他就出手了啊，他就出手了。当然，我觉得他的话中有话，他基本上并不是针对伊朗这个政权或伊朗这个国家。他说他这个军事冲突啊是要怎么样消除伊朗这个国家制造核武的能力，所以他认为是一种外科手术精准的一种攻击。那事实上也是。就是说，现在伊朗事实上的话，它的战力并不是依靠它的核设施，它目前的战力是依靠它的这个所谓的导弹啊，这些就是说这种精准的长程的，还有超高音速的导弹。那你现在消灭了伊朗的核武器的能力啊，并不能减损伊朗这个国家它目前对以色列的这个进攻的能力。那这个攻击行动呢，川普的攻击行动是会加强伊朗的战斗意志呢，还是减损伊朗的战斗意志？我觉得一时三刻还看不太出来，因为伊朗事实上在被它的3个有核子设施的基地被攻击以后，事实上他今天早上还是照常对于以色列的这个首都特拉维夫进行了一波的这个飞弹的攻击，所以呢，目前为止，我觉得就是说，川普这一招下去事实上。那个对于目前的这个以色列跟伊朗这个战局会有多大的影响，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啦。可是这个举动以后，你可以看出来以后，立刻有人连续的很短时间，发布了2场重要讲话，比川普的还多一场，就是内塔尼亚胡，他第一场用他的希伯来语对他的这个以色列的民众做了一场演讲。第二个，他立刻用英语对美国的民众这个做了一场简短可是很有内容的一个讲话。不过他的主旨，他说恭喜川普，他说非常恭喜川普，你这个作为是怎么样会带来和平。他说我们2个都一向认为所谓的 peace through strength， 用实力来造成和平，所以你这样子做只会带来和平。然后呢？他认为川普会得到这个感谢川普，感谢这个美国，感谢这个正义的力量。那当然，川普出来讲话，他也讲说最后一句话，他说上帝保佑中东，保佑以色列，保佑美国。那你看川普他事实上这个对美国全国民众的讲话来讲的话，他后面站了3个人右边是这个彭斯Pence 那后面是这个Rubio， 在旁边是 Hexas 就是说他的3员虎将。那很奇怪，他们的表情看起来都蛮凝重的，也许就是很知道这个是一个再怎么讲是一个赌注，再一个赌注。那接下来就看一个有9000万人口
165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一个middle power 中型权力国家哈，会怎么回应？那还有就是说，美国的民众对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哈，会是怎么样这样一个回应？对，到目前为止，我看了美国的这些媒体的报道哈，那么有人提出担忧，有人只做事实的报道，可是对他这样子的举动哈，予以高度评价的，或者说觉得大快人心的，目前美国的媒体报道，我看还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评述。那川普也讲了，就是说今天的上午哈，华府的上午时间，他说 Texas 他们要举办一个记者会啊，那么也就是我们今天晚上8点，那看他们继续讲啊，怎么如何。可是呢，这件事无疑是对这个区域政治呢，还区域的稳定，还有全球的这个地缘政治啊，一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我们要看一看国际社会哈，主要国家对美国这个举动哈，采取什么立场，然后我们才好哈观察下一步的发展。对，因为很担心，就是说伊朗接下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报复行动嘛？来，宾哥，我觉得川普可能自以为自己又耍了伊朗一次，就是跟他讲拖了两个礼拜以后之后再说，就对他突然攻击。可是我觉得川普忘记一件事，你不是商人，你是美国的总统，所以我们以前讲君无戏言，你现在每天讲的话，没有人会相信。对，这很会影响到后面的谈判。你不只是谈判，基本上你是伊朗，你现在要跟美国谈什么？这个都很难谈，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说真的，什么时候说假。上一次是美国跟伊朗准备要开会的时候，然后你就突然之间袭击了，然后现在这一次又说你要拖2个礼拜之后，突然之间你又动手攻击。那所以我觉得这也不只是对伊朗而言，以后所有跟美国交手的国家，大概对美国都是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因为根本不知道你到底信不信守承诺，你说的话到底当不当真，没有人晓得。所以这个其实川普以为这是好事吗？我觉得这对美国的威信反而是一个打击。然后再来，他现在说他派了6架 B2， 然后呢还有这个然后用那个导弹，然后呢去攻击了这个伊朗的3处的核设施。但是问题来了，最关键的重点就是在福尔多这个地方。福尔多这一个据信，它的核设施埋在地下80-90公尺深的地方。可是，就算它是用美国最强力的钻地炸弹，估计大概只能钻地下40公尺左右。更何况伊朗它中间做了很多空腔，然后它还是往旁边倾斜移动，也就是它并不是直接就是挖一个井那么简单而已，它在地下可能是错综复杂的。那甚至它有很多空腔去引诱你的炸弹爆炸来减消你的爆炸威力，所以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其实不知道，其实不晓得，所以这个还要再去观察，因为现在大概就要等看那周遭是不是有核辐射外泄啊这些状况被侦测出来，才能够确认它的核设施是不是遭到摧毁。可是我也必须讲，虽然伊朗面对美军面对以色列，它完全没有任何空优可言，它在这一方面。他除了用导弹跟无人机攻击以色列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还手之力。讲实在话就是这样。可是不要忘了，伊朗长期以来扶助了胡塞啊、真主党啊、这些哈马斯啊这些恐怖组织。对，他最大也是唯一的绝招是什么？就是不断的跟你打游击战，跟你消耗战。也就是一旦双方这个互信没有了之后，第一个，伊朗可能不会上谈判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跟你谈判对我来讲是好是坏，我也不知道你跟我谈完之后会不会信守承诺。对，那第二个，我可能就长期不断的发动各种游击战。其实那不止，他现在讲说中东的美国军人跟游客都要小心，其实不止哦。你确定美国本土一定不会有事？你确定欧洲不会有事？因为虽然欧洲这次表面上是不支持以色列的行动，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你们袖手旁观等于是支持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他会不会用制造恐怖攻击的方式，甚至用代理人的方式，不断的透过恐怖组织在全世界各地掀起恐怖行动？这个没有人会知道，因为美军实际上不太可能真正出兵去占领伊朗，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要怎么样去直接颠覆伊朗政权，让它变成一个亲美政权，恐怕困难重重。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个人认为，表面上目前看起来是美军介入了，我认为美军不会派大部队持续深入。那在这种状况下，这个东西恐怕不是很快就可以达成谈判的协议，恐怕会拖延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对，甚至下来说，颠覆政权，你也不一定就是换上来的人是可以，不会是更这个行动更积极的人。来，左老师。好，
为什么川普要发动行动？我们可以从内外两个因素来看。第一个，从内部来看，我觉得其实现在整个川普团队其实对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分歧。像这个这个 Vance 它代表的其实就是这个 MAGA 派的一个想法，就是美国不应该再介入一场不必要的战争任何的对外军事行动可能都对美国不利那但是呢，最后川普做了这个行动。很显然就是说 ，MAGA 派被另外一派给压住了。就是我们这几天看到《华尔街日报》连续两篇这个社论，用社论的方式去鼓吹川普行动，告诉他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告诉他说这就是考验你是不是能够奠定你的历史地位，证明你的嚇阻能力。那显然就是这一派呢，其实不只是在《华尔街日报》，连福斯新闻也都是鼓吹要发动这个军事行动的。那这一派显然是占了上风我认为这一派其实跟以色列的立场是一个相互呼应。所以这个背后的一个角力，当然不只是说一个所谓科技新贵一个所谓的资本家跟所谓的这种庶民的这种 MAGA 派之间的一个角力，它当然还有一个国际的因素在那里。这个国际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显然的，就是现在伊朗跟欧洲的谈判没有无疾而终，因为他们在日内瓦本来既然这个《华尔街日报》很担心，他们真的谈出成果来了，结果没有谈出成果。所以当然给给川普一个机会，就是说好，那我现在就用这个空袭的方式迫使伊朗走上谈判桌。当然他也有另外一个计算在里头，就是说希望能够带动伊朗国内政局的一个变化，因为他现在的这个最高领导人这个宗教领袖哈梅尼亚他已经86岁了，而且健康状况也不是很好。那当然他被认为是最主要去阻碍伊朗在谈判上进行让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因为之前2015年双方能够谈成这个核武协议，主要当时的总统叫做鲁哈尼他是一个伊朗的所谓的改革派的，那他是一个务实派，他希望跟西方合作，但是因为川普撤出了当年的伊核协议，所以这个务实派在伊朗政局里头，在伊朗的这个决策圈里头就失势了，就越来越没有影响力。但现在显然他希望通过这一波的这个军事行动，包括以色列的，包括这个美国在加码的，可以达到两个功能。第一个就是让这个哈梅尼亚的这个失败显而易见，让他的这些决策圈集体的来抛弃他，那让这个务实派能够回来。当然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万一以色列真的采取行动，造成一场漫长的战争，对全世界的经济来说可能都是一个灾难。所以他要避免那件事情发生，他现在就做给以色列，做给这个华尔街日报背后的这些资本家看，说他还是采取了行动。那因此他已经尽了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某种程度是做一个交代。我觉得川普内心是不想要发动这个行动的，但他也知道，如果他这一次不发动行动之后，伊朗在这个他的核实力再度增长的话，那他就会承担很大的责任。对，这当然更多的以冲突讨论，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作恒。来看是以伊冲突，最新是美国呢也这个轰炸了伊朗的核设施，现在就引起了国际谴责。联合国呢非常的惊讶，他们说这会变成是一个全球灾难。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警告说，他对于这个美国今天对伊朗的行动是非常震惊的，这会导致说本来这里已经危机四伏了，那进一步呢危险还要再升级，而且呢对国际的和平安全都是构成了威胁。更直言说呢，这个对中东平民地区的稳定，或者是全世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还有世界各国领导人现在也在谴责美国，像是委内瑞拉就谴责了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侵略，说呢这要立即停止。另外是古巴的总统也强烈的谴责，说这会导致中东冲突危险升级，让人类陷入了后果不可逆的危机当中。就连美国自家人民主党的众议员呢也说，川普
普现在这样的行动啊，是绕过了国会，这危及美军的安全，要立刻的返回华盛顿提案，也要进行投票，防止美国被拖入一场无止境的中东战争当中。好，另外是呢，有人就说现在啊，在这个有一段录音哦，伊朗境外的民众想要拨打电话进去伊朗，结果接起来的竟然是什么机器人的语音跟你说，您好，谢谢你花时间聆听。然后呢，这看起来像是呢完全没有办法接触到伊朗境内哦。这一段语音讯息啊，长达90秒，很多人就说呢，这好像想象自己呢是一个带来平静跟幸福的地方，但是跟实际的状况呢，好像又不太一样。我们看到伊朗现在啊也有所动作了，在美国轰炸之后呢，他们朝着以色列狂射30枚的飞弹呢，你看到这个画面上呢，就是最新的画面，是伊朗呢针对以色列的境内发动这个攻势，那射的是30枚的飞弹哦，而且啊每一波呢都是朝着这个以色列的地区来进行，所以你看到现场的空袭警报大响，很多的民众很担心，所以呢赶快的逃难了。好，这已经是呢第9天了，以色列呢的心脏地带持续的被攻击，尤其是在这个已经是来到第18波、第19了。伊朗跟以色列这场冲突啊，爆出攻防战哦，和像是特拉维夫啊、耶路撒冷啊这些大城市呢，都可以听到空袭警报的声音。当地的民众说非常的疲惫，疲惫的程度是晚上也睡不着觉。I'm tired, I feel afraid, I feel kind of emptiness. I'm not sleeping. They wake me up every day. Every night they send bombing, so we're not sleeping well. But it's not easy because the war is like almost 2 years, so we still want to live a normal life, and that's it. 想必是没有民众喜欢战争的，所以呢，在这个以色列这边呢，也有民众哦，他这个创作，他本来就是一个歌曲创作者，他就用希伯来语发出了声明，说要让全世界都反对你。我们带你来听。好，另外是包含海法这个地方呢，也遭受伊朗大规模的飞弹袭击。那其实呢，它是以色列的第3大城，为什么会被袭击？因为这边是以色列最大的港口，所以很多的这个粮食啊、物资啊，可能都会通过这里。那这也是进出黑海的重要门户之一，因此呢，它成了被攻击的目标。好，那为什么美国现在要来动手呢？这会不会也跟以色列要顶不住有关吗？我们来看到哦，以军在6月21号宣布说，他们对伊朗空袭。那当时呢，还讲说击毙了3名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另外呢，也说这些人啊，他是负责像是在伊朗的境外来开展军事或情报行动啊，或是提供资金啊、武器啊等等的。那以军的总参谋长呢，甚至在影片当中还表示说，以色列现在就是可能会来进行一场持久战，他们已经做好准备要消除伊朗的威胁。但是你看到哦，我们帮他算一下，以色列每天呢，光是要拦截导弹或者是重建受损的地区哦，这些花费啊，至少可能要来到数亿美元的计算了。那如果冲突持续下去1个月的话，以色列耗资的钱初步估计就要来到3548亿的台币。可是你看，在6月19号的时候，当时就有消息人士表示说，以色列的防空飞弹啊，恐怕仅存12天左右。所以呢，你看算一算，现在已经是剩下了9天了，会不会就是这样哦？没办法再撑2周了啦。所以呢，以色列的防空飞弹已经快打完了，美国才会赶紧出手呢。好，介大使，我们先请教哦，怎么看说现在这个，当然国际上哦谴责声音不断呢，甚至就连你看联合国都警告了，说这是变成全球性的灾难。对，因为这个动荡一定会引起到国际经济哈。那对国际上真正获利的国家可以说是寥寥无几，除了以色列以外啊，因为这个石油的价格影响到每一个国家，所以把这个地方的区域情势搅乱的话，除了美国啦，美国现在也很难说，因为美国它还是受到这个油价的影响，虽然它本身这个石油是自给自足。
不过国际油价如果说因为这个以伊战争的升高以后油价往上涨的话，对美国也没好处。所以呢，这个整个来讲，现在看起来完全站在美国这边的只有这个内塔尼亚胡他这个恭喜川普做了一件替天行道、历史性会在历史上留好名的一个事情，这是内塔尼亚胡的观点。不过我看了目前除了我们讲这个什么委内瑞拉这个还有就是这个古巴，事实上连这个像过去比较中立的像这个纽西兰澳洲也是希望战事不要扩大，那让这个战事能够平息用外交的方式来解决是最好的。那目前还有就是说，伊朗在战略上以及这个地缘政治上的比较重要的盟友的话，这是西方的观点就是俄罗斯，还有就是中国大陆还有巴基斯坦这些还有这个回教国家他们的动向目前还不是那么清楚还不是那么清楚。不过我想就是说，美国如果把这场战事升高的话，真的赢家是非常少，最主要是石油方面的供应。那现在就以色列来讲的话，这场战争已经走入到什么一种长期的消耗战的方向。那么这应该也是伊朗的这个战略，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土基本上是很狭小，那么另外一方面，它的经济也是经不起这种军事上如果说要陷入一个消耗战、一个持久战的一种怎么讲一种拖累的。所以你可以看出来，美国攻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以后，那伊朗基本上没有改变他对以色列的作战的这个战略，就是用这些飞弹的攻击来骚扰以色列，让以色列整个这个有一点陷入疲劳轰炸的感觉。你可以刚刚看到这个以色列民众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睡觉对，他每天都在这个每一天时候到了就怎么样。就有这个空袭警报，他敢躲在家里面都不敢都要到哪里？都要到这些所谓的这个防空这个洞里面去躲。所以这个对以色列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精神战，而且是一个经济上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耗，因为这些人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了。那有钱的人是不是会跑？他事实上也会跑。那么钱会不会跑掉？也会跑掉。所以呢，如果伊朗继续做这样子的攻击的话，那美国下一步要怎么办？因为美国今天出兵的理由说，我是针对你的什么？针对你的核设施，你某种程度上还擦边球搞到说，我们国际社会是违反核子能力的核武扩散的。你伊朗你要发展核武，是国际社会违反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可是你跨出这条线。你如果对以色列对伊朗进行这一步攻击的话，你的整个的正当合法性就完全已经非常薄弱，就完全没有了。你就变成跟以色列一起是什么？就是为了自己国家利益在发动战争了。所以我觉得目前就看以色列，还有就是说世界各国对这个事情的一个保持的立场。不过我也不相信有些国家会真正派兵支援这个伊朗，因为为什么？因为伊朗本身的话，它本身事实上第一个发展核武在国际上说不过去，另外伊朗也不是这么脆弱，它不是巴勒斯坦，也不是黎巴嫩，更不是叙利亚所以这场这个战争的我觉得后面还有很多的变化，那么可能会让美国尤其川普总统那么还会更多头痛的事还在后面。但最为难就是老百姓睡都睡不着，彬哥。这个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民众当然晚上睡不着，为什么？因为伊朗现在专门趁他睡觉的时候发射飞弹，他就是故意进行这种骚扰性攻击。那你想要睡觉，你想要结束战争，但是问题是，纳塔雅胡不想，因为纳塔雅胡自己深知，如果战争一旦结束，他可能要面临种种问题包括他甚至可能要面临审判的问题然后他的政权当然也会终结，因为他实际上他本身也是一个少数的这样执政，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纳塔雅胡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政治生命，他希望这样战争能够打越久越好。对，所以他的部长才会说，我们已经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他就是希望一直停留在战时内阁的这样的状况下，能够一直不断的延续他的政治生命。可是这对以色列真的是好事吗？以色列的经济
从去年2024年从原本预估的1.84的 GDP 成长率掉到只有1。那虽然第4季好不容易因为加沙走廊那边看起来慢慢比较安定了，没有那么严重了，它的 GDP 稍微回升了一下，结果你现在又去攻击伊朗，它这个 GDP 怎么起得来？以色列当然是个富国，人均收入有5万多美金，可是问题是它毕竟是个小国，伊朗要攻击伊朗的，其实大家去看，不管是以色列的拦截能力也好，或是伊朗发射飞弹能力也好，双方都在下降，因为库存都所剩无几。对，但是伊朗是自己会做飞弹，也就是它可以持续攻击你，虽然它可能量没有那么大，但它如果它愿意的话，它就一直不断的进行骚扰性攻击，那你的经济活动一定会遭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那以色列呢？以色列当然背后有美国，它可以靠美国支持。那但是问题是，你长期这样下来，这么小的一个国家，请问一下，你到底要怎么样去维系一个相对的经济活动？这真的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拖久了，大概唯一的好处就是让纳坦雅胡能够持续执政，其他不见得会有好处。那至于欧洲这些国家，摆明了袖手旁观。你看德国总理梅尔茨都直接讲了，他说其实以色列就做一件我们大家都不敢做的脏活，意思就是以色列在帮我们去干掉伊朗，我们干嘛阻止？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欧洲这些人的想法是什么，也就是他们可以为所欲为。那有一些东西在道义或者在观感上不太好做，那就让以色列这个天不怕地不怕去做。这就是欧洲人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下，我不认为第一个和谈会很快出现，第二个。以伊朗，它是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如果它没有办法讨回一点面子的话，对，它也很难下得了台。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大概就是持续拖延下去，中东大概还要乱好一阵子。来，周老师，好，到底纳坦雅胡得到什么好处呢？在这个发起攻击行动这一波的攻击行动前1个礼拜，以色列的国会刚刚去举行了一次对纳坦雅胡的不信任投票。那一次，纳坦雅胡以61票险胜，因为以色列的国会有120席，纳坦雅胡的联盟政府有67席，结果他只拿到了61票，所以你就知道，在发起攻击以前，其实他的政府已经是摇摇欲坠了。因为有6票本来是应该在他的这个联盟里头，却没有投他。那经过了这一轮的猛攻之后呢，现在在这个上个礼拜。以色列的第13频道做了一个民调，那一次民调显示，纳坦雅胡的这个政党已经这个民调大幅的提升。然后本来预测前1个礼拜预测他如果马上进行改选，大概只能够维持24席，他现在是32席哦。本来的预测是他只能够维持24席，但是1个礼拜以后再做这个民调，他又上升了3席，27席。所以你就从这几个数字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他要发动攻击。事实上，在以色列的这些反对党里头，很多都是支持他发动攻击的，包括一些所谓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政党，他们也都支持。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伊朗的这个核弹或者伊朗的飞弹都是对以色列重大的威胁。当飞弹打来，每一个人都会受害。所以说，当然纳坦雅胡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为什么他会在这一次不断的要推进他的攻击行动，而且选在这么一个时点，又刚刚好这个川普跟这个伊朗的这个谈判破局，然后刚刚好联合国这个原子能总署的这个调查出来说，这个伊朗没有配合调查，这些都刚好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去发动攻击。但是我觉得看到这个纳坦雅胡的这个操作，我倒是有2个感想。第一个，相对于这个加萨走廊的军事行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反而在以色列内部获得更多的支持，因为以色列在以色列内部获得更多支持，因为以色列的国内有20%的阿拉伯裔，这些人是全面的反对以色列在加萨的军事行动，而且因为以色列在加萨的军事行动导致了很多平民的死亡，所以连很多这个犹太人他们也都是反对这个行动，而且认为说这个加沙行动有一部分就是要掩盖纳坦雅胡的失败因为他当时没有预测到，没有预防到这个10月7号2023年10月7号的攻击行动。可这一次对伊朗的行动完全不同啊，因为以色列不只是说他这一次的行动看起来非常的果决，而且他这一次的行动之前，他已经扫灭了那么多伊朗的这个伙伴他的这些代理人。第二个，你看纳坦雅胡即使在这么紧绷的一个
情势里头，他有没有推动大罢免啊？对不对？他没有说我来把这个国会议员，其他这个反对党的国会议员，把这些阿拉伯裔的政党的国会议员全部罢免掉啊！因为我现在国家情势这么危急，我应该要全国团结，然后都是我的政党来主政。没有啊，他是通过这个果断的行动来赢得国内的支持，来去改变他的这种民意的基础。我觉得这一点哈，不管你赞不赞成他的军事行动，你还是要看到他对于这个以色列国内的民主原则的这种坚持。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否认的。大家晚安，我陈妍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先来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妍莹好，各位朋友好，以及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一个小带你来看到的是川普，他说我打，而且打赢了。直接来看他的对话。Iran, the bully of the Middle East, must now make peace. If they do not, future attacks will be far greater and a lot easier. There will be either peace or there will be tragedy for Iran far greater than we have witnessed over the last 8 days. Remember, there are many targets left. 好，川普这一次呢，他就是派他的 B2 轰炸机带着碉堡杀手，直接就去打什么？打3座核设施，包括的 Fordo， 包括的纳塔兹以及伊斯法罕，说就是要让伊朗知道必须实现和平，要他回来谈判桌的意思啦。那反正呢，现在他做都做了嘛，但是呢，这件事情很多年以来没有发生过，将近半世纪，从1979伊朗革命之后，就是再一次美国出动自己的空军去炸伊朗境内的主要设施。好，这样的行为基本上呢，就是已经构成了战争行为。那当然，他们讲法是说，为了要阻止伊朗迈向最后的永和结果，但你必须理解是后续。如果说呢，这个大家都理解，就是他已经等同于参战了嘛，后续会再有怎么样的让情势升温，不知道。因为这一回呢，美国既然出动了 B2， 它就绝对不会掉以轻心，不是只有 B2 一个地方丢6枚的钻地炸弹而已，甚至呢还有30枚的巡弋飞弹。当时呢，在电站的这个区域，只要 B2 飞过去的地方，它电站区域呢其实也都是有打开电子干扰的。那 B2 呢也不敢停啊，因为你不知道停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嘛，所以呢它直接飞37个小时。过程当中，你想想看，美国飞过来，他从印度洋那边飞过来，大概要多久？那进行了多次的空中加油。现在呢，纽时讲为什么会动手？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现在以色列的评估说，大概以色列这边他打伊朗只能够拖延大概半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呢，他认为现在他的核计划还是有可能继续实现的。但为什么本来说 within 2 weeks？2个星期之内，或是2个星期之后，他才会做决定。结果呢，没3天，他马上就决定打了呢。川普的讲法就是说呢，反正啊，这个是数十年来最强的一个军事行动。很多人也都认为，是不是因为先前一直被人家说 tackle， 他必须要告诉我。别人我不是纸老虎，纳塔尼亚胡当然给他一个大拇哥，说你超棒，这一仗改写历史，而且呢，事先在轰炸之前，他是有知会以色列的哦。但他的讲法是我也有透过外交途径去接触伊朗啊，确实伊朗外长呢，还有这个中东特使，他们彼此之间是还有在对话的。但是你现在这样子一炸之后，大家也担心后续效应。以色列已经跟美国全面协调，全国要停课以及禁止集会。然后呢，美国国务院其实在炸之前已经赶紧撤离以色列的侨民，告诉大家能自己走的就赶快走，表示后续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现在既然川普是要把伊朗拖回谈判桌，那接下来就是伊朗到底会不会回谈判桌？伊朗的外长其实在
美国开炸之前就已经讲了嘛，我不是不回去，我回去有先决条件，就是以色列必须要完全停火。停火之后，我们也愿意复制2015年，也就是当时奥巴马跟我们的核协议。那透过这样的模式，你才能够化解冲突。讲是这样讲。但现在呢，竟然已经炸掉之后，伊朗绝对不会示弱，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他没打到哦，原因是因为我们早就已经提前撤离了，所以呢，在他往下打的那个说要打我们的核设施，他说早就通通都撤了，所以没有什么重大损失。现场也告诉你没有什么的核辐射外泄。好，另一件事情呢，则是告诉你，你打我，那我现在我可以打你喽。美国的公民、美国的军人，现在通通都是我们的攻击目标，甚至有可能大家讲的会不会直接就打中东的美军基地？鹰派甚至直接点名，你干嘛啊？第5舰队就直接给他打下去啊！旁边3艘航母不是吗？封锁啊，赫尔姆兹海峡直接封起来，掐住他的能源运输咽喉啊！看看他之后到底谁比较强大？再这样打下去，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程度？没人知道。川普这次的决策过程又是什么呢？现在传出小圈圈决策啦，据说防长还有一直跟他讲说，其实伊朗内部真的没那么严重，那个情报总监现在呢说都不是他听取对话的主要对象，而且情报总监也就是那个加巴德本来一直讲说呢，伊朗其实有核材料，但没有核武活动。结果呢，川普一讲说他讲错之后，他马上就说对我讲错了哈，有可能数周或数星期、数个月之内就可以制出核武。确实，现在总统讲的对，是这样的一个程度。那我们就想问。所以现在真的美国就是川普说了算吗？因为其实这一回不是只有民主党的跳出来，共和党的也跳出来。这一位Sanders 他是直接讲说，我认为你这根本就是违宪，因为总统其实没有宣战的权利，这个权利是你要通过美国国会赋予你这个权利，你才能出兵。那显然的，这个顺序当中并没有透过美国国会这一步，可是这个行为基本上是形同开战。首先，我们就想要请教一下小舰长，你怎么样来看哈？原因是因为这一次他说打了3个核设施，但是伊朗方面说他没打到。我们首先看他打了3个核设施，那分别呢，也就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无论是佛尔多，或者是纳坦兹。或者是往下再继续往下的伊斯法罕，那这3个其实除了是浓缩铀的一个工厂之外，它另外的它有很多的研究人员在里面。不过实际上来讲，我们看现在这一些它的这些研究人员有部分的俄罗斯的研究人员已经撤出了。那刚刚我们看到有关于川普他在他的那个Truth Social里面贴了这篇文，他这里讲到了一件事情我们要放大解读一下，也就是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到底讲的是谁？他其实在讲的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办不到，所以他才来做这么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来看大家昨天前天听到川普讲说，我2个礼拜之内要决定这件事，大家还真的以为2个礼拜之后他就要来做这个决定，没有，不是2个礼拜，是2天。他2天就做成这个决定，而且其实昨天晚上，如果说我们来看这个 X 的 social media 的话，我们已经闻到了杀气。为什么？因为我们直接看这个时候 B2 它虽然 B2 没有显示在这个 ADB 的相关资讯里头但是我们已经看了有大批的这个加油机又从惠特曼的这个空军基地直接的往西飞，一路往西飞。那它单独的加油机来干嘛？因为它后面其实带的是B2 轰炸机，也就是说它不是从这个迪亚哥加西亚岛这里动员起来的。因为我们之前看到的卫星照片，迪亚哥加西亚岛上面其实只有那个 B52 轰炸机另外，其实刚刚主持人谈到一件事情，也就是现在伊朗是不是可以攻击这些中东的这些
美军基地啊，但是美国早就吓跑了。为什么我们讲这件事？这个是乌代尔空军基地。如果我们比对6月5日跟6月19日的卫星照片，我们每一个地方啊，我们画出了4个地区啊，我们来比对啊。5号的时候，它都有飞机，那停在这个停机坪上。可是我们看19号，全部跑光了。所以如果说伊朗他会进行这些研判的话，他就应该知道，其实他准备接受美军的攻击。来，小舰长，其实我们也要想要讲一下哈，这最新的一个消息是，伊朗说呢，第一次使用这个开伯尔导弹来还击以色列。开伯尔导弹现在有可能是什么？大家的讲法是，会不会就是先前所提到的这个霍拉姆沙赫尔4的远程弹道导弹？也就是先前第一次他那个泥石导弹的时候，大家就要问是不是这一款导弹？如果是的话，说是伊朗目前所拥有的导弹当中破坏力最强大的。来请教一下小舰长。其实他现在用什么样的弹道飞弹啊，其实都没有什么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现在攻击以色列，他不如用非常多的这一种弹道飞弹，不要用最好的大杀器。为什么？他直接来消耗以色列，然后让以色列的这些，无论是我们讲最低的铁穹，或者是大卫投石，甚至箭士2式、箭士3式。这一些飞弹全部都被消耗殆尽的时候，这一种大杀器在出现了，其实才有它真正的重要性啊。那如果说我们现在看啊，那他其实川普有讲得很清楚哦，也就是说，他其实对于刚刚讲到的3个他要攻击的那个核相关的设施，他一共耗费了6枚，意思也就是他每一个使用2枚这一种。碉堡克星啊，那其实这种碉堡克星这一次是用 B2 轰炸机投弹的，可是实际上大家其实之前有一种说法，只有 B2 能投，没有啊 ，B52也曾经投过啊。但是呢 ，B52 比较没有做这样的一个科目啊。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来看这么多的一个情势啊，也就是说，中东啊。这状况遇小不易，而且现在还有个问题啊，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有关于那个福尔多的这个位置啊。其实我们如果来看这个当初《纽约时报》它所公布的这一个地下的一个核设施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是在岩盘之下。那它在岩盘之下90公尺，我们刚刚讲的碉堡克星它的最深就是60公尺。那而且我们来看啊，它的这一个出口啊非常多。那但是呢，他说他这一次已经把它运走了，这不一定哦。他为什么一定要运走呢？如果他的核设施受到的影响非常有限的话，他就直接放在那里就好了。因为他现在到哪里去都没有一个比福尔多这样的一个地下掩体更好、更能够保障这一些浓缩铀的地方。那他为什么不直接放在那里呢？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他连续打2颗，而且你要打2颗在同一个位置上面，但是 GPS 真的有这么准吗？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过2天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卫星照片，到时候我们一比对，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它是不是打在同一个位置，也就知道伊朗到底有没有把这些浓缩铀运走。好，但是呢，想要请教一下永明老师，因为大家现在想知道的是川普的下一步会是什么？当然，他外部跟内部的压力都有，但你怎么样来评断？我在前2天，我曾经从各种角度分析，我认为川普应该不会打。显然我大概是高估了川普的决策，低估了以色列和犹太集团对他的影响。所以在这边很抱歉，但是其实。如果照这个逻辑顺下去，川普的团队里面，严格来讲没有一个脑袋清楚的，因为你现在用了6枚，一说是3个设施各2枚钻地飞弹，一说是其实6枚都打那个福尔多，因为福尔多是最深最底下，另外30枚战斧其实是打另外2个场所，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慢慢消息出来了，视频出来了。第一点，伊朗老早把浓缩铀移走了，设备也移走了。第二点，
刚刚有提到，炸完之后到现在现场没有任何的辐射的这个变化，所以如果它里面有浓缩铀，其实应该会有一些辐射出来。第三点，我们看到伊朗又已经拍那个，因为是当天到目前为止还是晚上，在高速公路往福尔多的这个设施这边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们等到白天的时候呢，卫星图就会比较清楚的来做一个比对。但是，川普的轰炸成功了吗？他说他自己公开的说，伊朗的核浓缩设施已经被彻底毁灭。我觉得这句话不会是真的。所以你的轰炸成功了吗？如果你的轰炸没有办法100%成功，这就是为什么过去46年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从2003年开始，伊朗被怀疑要发展核计划，美国经过多少个总统政府都没有真正的去轰炸。伊朗早期也是因为被美国小布希指为和邪恶轴心，然后去打伊拉克战争，所以他才要发展核武、核计划来自保，这都可以理解。同时，伊朗是说，他在发展是和平用途的核能科学研究，这是每个国家都有这个权利的，我们台湾也有。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去炸这个核设施场所，认为它是在发展核武，那你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证据？其实到轰炸之前都没有明确的证据。对川普而言，是不是核设施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他是在帮奈坦雅胡，他是在帮以色列，把整个伊朗要卷进更进一步的战火。但是呢，接下来会有3个：第一个，伊朗如果回应就变成大战；第二个，伊朗去打以色列，我不打主人，我打狗。现在看起来他已经这么动作，但是那个刚才的导弹能不能直接解释为伊朗的立即回应不一定，因为它可能是前2天的延续的攻击。第3个，他就认怂了，就像是川普第1任的时候杀了那个他的革命卫队的总司令，伊朗认怂。但这一次就算伊朗认怂，你觉得2年之后伊朗的核计划会不会开始真正的走向核武呢？所以我觉得其实川普这一次的决策是错误的，然后呢，造成的未来的不确定性太高了。请教聂老师。OK， 我觉得要做一件事情要师出有名啊。美国这次会打那以我这非军事专家来分析，我觉得非常有趣啊。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啦，我先讲一下，你知道他有一个打了差不多20年的那个阿富汗战争啊，类似战争非常有理由嘛，911事件嘛，911事件当然也灭掉了一个首领叫宾拉登嘛那第2次呢又打了这个8年的什么东西伊拉克2003年呢是为了一个洗衣粉嘛，你知道吗当然不一定是洗衣粉，就是2003年这个2月5号这个 Powell 国务卿拿出的那个东西说这个毁灭性的化学武器又找到，所以伊拉克又打了8年，不管他们谁用 CIA 创造借口来打。那这次有什么理由呢？因为他们的宿敌啊，讲不好听，伊朗是一个半宿敌，是他们算是理想这个所谓想象中的敌人。因为中俄伊朗是常常在做所谓军演是合在一起的，他早就觉得要制裁他。那经济制裁就是为了控制他的核，但大家知道，联合国理事会5个国家之后，他们即便有禁核的扩充的这种条约，可是最后呢，你会发觉北韩、印度还有这个巴基斯坦突破了。当然，其实以色列他自己也拥有了几10个核弹头了，但他虽然不承认，可是伊朗其实这个制造之快，让美国或以色列是非常担忧的。那你也知道，美国是非常的偏宠这个以色列，因此就一直有这种协助以色列或者以色列做代理人去打他。但这次为什么要打？说以色列打了半天，你让他的核制造会越来越快，而且只多半年。为什么？再下就不得了，我必须打，这是他的理由啦。但是当然美国要打什么都可以用，他 CIA 做到这是各种理由。但我要讲的是第2个呢，就很有趣了。这次以军事实力来讲，这边2边其实都差不多嘛。为什么？真的是因为以色列打不下去了，那伊朗其实也打不下，2边的弹头该打都打光。我觉得军事实力在全世界排名14、15都差不多。那当然，伊朗比较大个80倍，但是他的军力并不一定赢以色列。我讲攻来讲那个伊朗它有非常好的这个弹道，它有无人机。可是你知道以色列不弱啊，他买了非常多美国的 F-15、F-16、F-35，甚至开始1天就把它制空权全部控制，所以以色列不差。但它还有一个防卫，我现在讲防卫最厉害是以色列的防卫太强了，它的防卫不在它这个铁穹就是一下被突破，是它的
所谓的莫萨德的这种情报系统，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防卫。我觉得莫萨德太厉害了。如果去研究莫萨德他过去的历史，不管真真假假，那梗每一个都是电影。我们先讲一下莫萨德，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情报，还有一个叫精准暗杀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杀了多少人，你知道吗？从以前啊，我跟你讲，犹太人很多重要都被杀。你看这一次，所有的从哈马斯开始，巴勒斯坦哈马斯首领先打掉啊，1年多前。再第二个呢，把那个真主党的那个首领先打掉。这一次呢，一开始就精准的把他的高阶将领，所谓和这个科学家全部打掉。我想这重点在什么呢？他其实是非常的清楚，他整个布局就发现到这个福尔多的下面80-90公尺有这么多的这个浓缩铀，非打不可。他发现他打不了，再打不了，他一定要靠美国，因为美国就刚刚讲的 B2 也好 B52也好。而过去呢，当然我们讲碉堡这个碉堡弹头，实际上以前有 GPU 这个28嘛，现在 GPU 57，那它的威力更大6倍。所以他现在3万磅的这个东西呢，必须用 B2 或 B52送过去打，也只有靠他一次啊，这个军长最知道，一下可以钻到60公尺，他只要多打几次就可以打得到了。当然，刚刚有没有讲得很清楚？如果真的打到，早就已经这个核就辐射出来了。我现在要讲的是很恐怖，因为他虽然说 win， 其实美国要打谁都 win 是赢定了，可是他赢是现在，他输是输未来。他不管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他如果失败之前，我跟你讲，再重新集结，政权再重新来，尤其他不敢杀哈马斯，我觉得哈马斯不一，哈梅利不一样，他是一个教宗，他是一个最高的精神领袖，他不是总统，他是一个神，你把神打掉，这些再散乱的所有真主党，所有的这个也门的这个胡塞组织，所有的，我跟你讲，以后这些所有在集结，我跟你讲，美国会更惨，这是潜在政权上会变化的，更是另外一块反共势力。还有，如果你没有成功，他的核一直往上推，那你就更危险。当然，你说就算这一次真打赢了，也没有真打赢，因为它的内涵外其实都有很大的未来的隐忧。好，其实呢，现在双方就是你来我往。那以色列现在打哪里呢？以色列现在其实空袭的是伊朗的西南部军事设施，还有附近主要的产油区。你还记得吗？一开始在打的时候，伊朗有没有跟他讲，你不要打我的产油区哦，你打我生产工具，我跟你拼生死哦啊！结果呢，现在说在这边听到了好几声的强大爆炸声响，官员也证实了，确实导弹呢是有穿透他们的防空网，因为你也必须理解嘛，就是在核设施的附近，他们的这些防空领域以及防弹设施绝对会比较厉害，但是现在呢说通通都被突破了，但他也再次强调没有有害物质外泄，一再强调这件事情，那就表示说其实他没有对我造成多大的威胁，没有真的命中我的要害。那现在呢说在以色列国防军也展示了伊斯法罕核设施受损的一个卫星影像。目前伊朗这边的讲法是说，我们就是没有打到要害，但是呢，现在看到这些卫星影像，他们讲有可能是地面，那地底下到底是怎么样，还真没人知道。就像这一次美国打的这个3个核设施，到底会是什么？我刚刚看了，可能已经快要这个清晨了哈，天有点亮，所以有些媒体开始讲说啊，有看到就类似那种蘑菇云啊之类的东西，但是问题是实际的受损情况，可能等天明之后就见分晓了。不过现在伊朗官方有证实说，第10名科学家已经遇害了。其实，在先前呢，9名科学家说在睡梦当中遇害，你就可以知道目前伊朗是被渗透的有多么样的严重。以色列呢也说他击毙了伊朗的一位资深的指挥官，而为什么打他？因为他曾经支援哈马斯，给他一些物资啊，甚至还有军事方面的武器。但是呢，以军方面的讲法是说，绝对会打持久战，因为像很多人。对以色列这边的评估，就是他们的防空系统这些防卫的飞弹能够撑大概10到12天，也就是未来这个星期有可能会见节。他说的是，我们从来不缺飞弹，不会少的。我们实际的，甚至呢，现阶段。低于原本预估的使用量，就表示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子弹能够跟你对抗。伊朗已经讲了，现在谁要帮忙以色列，那就形同于侵略，会变成我们的合法攻击目标。讲的当然就是他也不看好以色列还有多少的军事武器，所以谁帮忙他，谁就是跟我为敌。而现在呢，哈米尼到底在哪里？以色列讲法是说，他旁边其实就有摩萨德特工被包围。一声令下，马上就可以把它给拿下。但是伊朗方面的讲法是，不管是真是假，
反正我已经先找好了3个可能的接班人，那随时大家就准备训到了，反正我们就做好最坏打算。但伊朗不能亡，不能灭，到底你还能怎么样折磨以色列？分析师说，最后的筹码就是，当我已经没什么好失去的时候，那我就是尽可能的来拖延你。你也必须理解一件事情，双方的人均差多少？那以色列这一边呢？如果说在面临这种战争长期的拖延以及推磨之下，是不是他们自己的政权也会产生内部的质疑声浪，还有问题呢？中东持续的升温，伊拉克这边指控说以色列50架军机侵犯到他们的领空了。这边确实啦，飞机飞来飞去，大家都不希望中东这里会造成一个全面性的战争，犹如普京所讲的第3次世界大战，包括了欧洲，现在也很担心，因为呢，如果核设施真的核辐射外泄，他也不知道那个会不会真的飘到欧洲去嘛，所以现在他们的讲法就是希望跟伊朗谈，但是目前看起来就是没有结果，没有突破。那中方这边呢，他们持续在组织，让他们自己的公民可以往外退。以色列这边公民呢，说是会组织起来之后，从埃及这个口岸直接往外撤离。俄罗斯现在呢说也想要调节，普京说自己曾经有提出过一些想法，那他没有寻求成为一些调解人，但他其实认为这不是真的完全无法解决的。那到底这里面的关键点是什么？普京的讲法是，关键点不就是有没有核武这件事情吗？他说啦，其实我已经跟以色列讲了很多次了，也就是基本上我们自己进去看的，跟 IAEA 国际原子能总署进去看的都是没有证据显示伊朗现在有准备要取得核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当时的师出就没名了呢？这其实是大家在意的，因为现在战争已经是爆发，那最后到底要如何究责，那只是后续国际间会对你的观感、信誉有关系。首先请教一下小舰长，您怎么样来看？这个是以色列呢，现在他打伊朗的西南部军事设施跟主要有区。其实呢，也就是要把它一打回30年前，也就是把它的可以生财的工具全部打掉啊。但是这一次美军到底在做的是什么？还记得吗？也就是5天之前啊，我们看到的也是非常多的无论是 KC-46或 KC-135这些加油机，带着非常多的战机啊，从美国的基地，然后跨越大西洋，然后一直到了欧洲。那当时大家只看到的是加油机啊，可是加油机后面它有跟的有F-35，那现在竟然传出还有 F-22啊，那也就是说现在这样的投入那个到约旦啊，现在都已经到了约旦，也就是美国就是想要赶快结束。为什么？因为其实它的兵力大规模的现在都在欧洲啊，或者是在中东的这个部分，他这次在做的其实叫做动态的武力运用，这个是2018年的时候美国所提出来的一种看法，也就是说呢，他要透过动态的兵力运用啊，让敌方决策者措手不及。所以这一次大家一开始看到这一些，以为美国要做什么，结果美国就直接的针对伊朗。那例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只是其中之一，也就是加油机带着 B2 轰炸机，但是 B2 轰炸机其实不在这张图上面啊。那但是呢，其实我们来看，这也就是美国的这个动作，让他在之前的中东努力全部白费。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阿拉伯和伊斯兰外交部长其实他们确认了这么样的一个宣言哦，也就是说呢，其实应该要以外交替代武力攻击，而且呢，现在讲说有这么多的伊朗可能会攻击这一些在中东的基地啊，那到底有哪？这些基地其实在巴林啊、伊拉克啊、卡达、科威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甚至沙特阿拉伯都有。美国在这些地方都有基地。这个伊朗可能去攻击吗？其实不太可能去攻击。所以我们讲说，现在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伊朗可以撑多久。那也就是说，
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不死凤凰啊。什么是不死凤凰？不死凤凰也就是相关的一个那个核辐射的一个侦测的那个战机啊，那它可以收集那个很多的这一些辐射的离子。那现在它还没有到中东，意思是什么？也就是美国觉得很有用，但是只要它到中东了，就代表美国开始怀疑这一次的攻击是不是有效。是，要请教一下苗老师怎么看？川普认为，战争就到这边，我把你的核设施都毁灭掉了，你不可以报复我，你报复我就是全面战争。所以现在是决定在伊朗这边，伊朗第一个，他已经继续对以色列产生就是进行飞弹的攻击，好，但是我刚刚讲过，这个不确定是不是立即的反应，但是他已经要求 IAEA 国际原子能总署，你就来福尔多。你来现场来看，我们这已经被炸过的，你现场来看，我是不是在发展核武器？他已经这样子要求了。那 IAEA 已经在准备做紧急的会议。好，这表示说，可能伊朗现在决定要走第一个外交的层面、法律的层面，但是这是为他下一步第一个可能会退出国际核不扩散条约，第二个，他可能会采取持续性对以色列的报复行为。那第三个就比较紧张的，他会不会对美国采取报复行为？那我个人觉得，伊朗会持续渐进的，看周边的国家，看大国，看美国，看以色列接下来怎么反应。第一个，我们看到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卡达都已经发了声明，就刚才不到2个小时之内，谴责美国的攻击行为是对伊朗的领土主权的侵害。他们还是站在伊朗这一边，认为之前是谴责以色列，这一次谴责美国，中间卡达的说法比较模糊一点。所以呢，周边的国家在外交上是支持。现在呢，俄罗斯的这个角色跟中国的角色在 IAEA 的这个会议当中呢就很重要。也就是说，要可能谴责 IAEA 你在整个查证的过程当中不实，提供给美国或以色列错误的资讯，但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美国已经打下去了。现在怎么办？现在伊朗现在碰到一个交战时刻，你如果立即的回应打美国的军事基地，你可能会招致到马上的反击。这个可能在对伊朗而言，尤其是对哈梅尼政权会承受不住。他可能会面临瓦解。那第二个呢？你持续打以色列，这个就是之前反正你先打我，我们相互的交换这个飞弹已经1个多礼拜了，持续打以色列，就我刚刚讲的，不打主人打狗，这个可能会继续做，也不一定。那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真的某种程度有点认怂，可是呢，就把门关起来，我们去发展核武，以他如果还是拥有60%的浓缩铀，要变成90%的武器级的浓缩铀，大概真的只要2个月。然后呢，再从90%浓缩铀制造核武器，应该只要1年的时间。然后呢，就进行试爆。所以我是觉得，接下来可能一个很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这一次马上我们在明天就会确认。川普轰炸是否成功还是失败？伊朗是否真的决定要走向核武？来请教一下聂老师。好，我觉得还是一件事，刚刚延续一下，真的到底师出有没有名？我觉得事情你说到底核武有没有？但你找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国际人员署去看了以后呢，发现没有又怎样？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笑的东西，就是大家如果再回忆一下2003年2月5号，Powell他认为这一生做的最糗的事，不就是那个洗衣粉，就是这个消灭性化学武器，不就是攻了伊拉克吗？这次不管怎么说，我重点就是美国说了算了，美国说要打就打，因为美国一直也担心这个
这个伊朗呢的核武会一直往前推，但是呢，当然他这么多次的经济制裁了伊朗，而伊朗呢也一直声明说，我们现在呢的确有约束自己呢，我们在做浓缩的铀呢，其实我们有，但是我们是为了经济用途，并没有真正制造核武。但是我认为他也会想，这一定的，因为中东这个地方虽然伊朗地大人多，但是他还是要有核才能控制这个整个这个中东局势嘛，就像。讲不好听，以前那个中国陈毅啊，要不是中国当时陈毅讲这句话说，我当了裤子，我都要知道核武的那个1963年讲这句话，中国如果没有核子，也没有办法在现在撑半天天。北韩那个小金胖，他如果没有核子的话，他也没有办法跟这个之前的川普他们这样对喊啊，那么小的国家，我觉得核真的很重要，我觉得伊朗也会想做。好，那我现在就要讲说，而这个。我还是要讲这个 CIA 是重要啊，就 CIA 我们讲防御，就是你说情报网啊，去了解其他国家到底在做什么，这个渗透真的很重要。那以色列虽然国家小，我觉得他们就是这种犹太现在很厉害，他们的我刚刚讲莫萨德就是这种系统呢，这情报真的我觉得深入到了所有啊跟他敌对的这些反犹的这些所有的伊斯兰教，真的很多很内幕的地方发现到。真的，他们很多地方可以攻就攻，很精准。我就刚讲的精准打击，这都是真的。我最后讲一个，就是美国这次到底赢或输，讲半天还是一句话：美国怎么打，讲半天他这么大都是赢。而伊朗，我觉得你看他喊出了一个真主党最伟大，然后说去死以色列，去死美国。表面超级是想要打美国的，但他绝对不敢嘛。A 和 B 打了架，结果打得很棒，很凶，以后 B 的老大来了，也打了个 A 一个巴掌 ，A 绝对不敢骂老大。他心里很想打老大，打不过，所以他就再回击这个 B， 一定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重点在美国赢是当然暂时会赢，未来在世界上你所被大家这个形象上的这个一面倒，或者是你在短期中看起来是赢的，中长期你的反对势力的崛起，或者人家在私底下更会想要壮大自己来将来敌对你，甚至他在自己国内一些反战那些孤立主义者，你去想那些拥护他的MAGA人会怎么样的讨厌他？你曾经骂了别的总统，说你别的总统不该怎么样做，结果你就在做这事，而且呢，真的不按牌理出来，说打就打。我觉得这个他一定要考虑，他现在短暂看起来是赢，其实他本来就会赢。其实我觉得美国也不一定真正赢。